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新一期的每天中文，我是李明。王宇你好，我是王宇。李明你好。王宇你好，我们又和大家见面了。是的，很高兴又和听众朋友们在一起。李明，我感觉我们好久不见了。是吗？我们上个星期不是刚见过吗？哈哈，对。但是我很想和大家一起学习中文，所以我觉得一个星期也很长。我明白了，你很喜欢我们的播客，也喜欢和大家聊天。当然，我觉得和大家一起学习中文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情。对了，李明，你最近在做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吗？最近我认识了一个新朋友，他来自美国，正在努力学习中文。他告诉我一个他的学习方法，我觉得特别有意思。哦，什么方法？快告诉我，我也想学习一下，我的中文也需要提高。好的，他的方法很简单，就是每天读10页中文书。10页，每天？对，每天10页。哇，我觉得这个听起来有点难。10页，不是1页，也不是2页，每天都要读，这个能做到吗？哈哈，你和我的第一反应一样，我也觉得哇，10页听起来很多。但是我们今天可以一起聊一聊这个话题，每天读10页中文，这到底是一个好方法，还是一个太难的目标？太好了，这个话题非常有意思。我也想知道，如果真的每天读10页中文，我的中文会变得怎么样？听众朋友们，你们觉得这个方法怎么样？今天就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。好的，王宇，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。你刚才说，你觉得每天读10页中文听起来很难，你为什么这么觉得？是这样的，我觉得第一，我每天工作很忙，早上很早去公司，晚上很晚才回家。回到家以后，我很累，想休息，可能不想再看书学习了。我理解，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，工作一天以后，身体和大脑都很累。对，第二，10页这个数字听起来就很多。我想，如果我开始读，第1页可能有很多不认识的汉字，我看懂它需要很长时间。那么看10页不是需要更长的时间吗？我可能会觉得太难了，然后就不想做了。你说的这2点都非常重要，一个是时间问题，一个是难度问题。我们一个一个说。先说时间，你觉得读10页中文大概需要多长时间？我想，如果有很多不认识的字，可能需要1个小时，或者更长。这就要看我们读什么样的书了。我们想一下，如果是一本给小孩子看的书，那种书叫绘本，上面有很多话，字很少，可能1页只有1句话或者2句话。哦，对，小孩子的书很简单，1页上可能写着这是一个苹果，苹果是红色的。完全正确。如果是这样的书，读10页，你觉得需要多长时间？如果是这样的书，那太快了，可能5分钟，或者10分钟。是吧？所以10页这个数字听起来多，但是它需要的时间和你读的书有很大的关系。哦，我明白了。所以，如果我选择一本非常简单的书，那么每天读10页，可能只需要10分钟或者15分钟。这个时间我还是有的啊。对，比如你可以在睡觉以前读一会儿，或者早上喝咖啡的时候读一会儿，10分钟不长，对不对？是的，每天10分钟，我可以做到。这样想，好像这个方法没有那么难了。当然，这个方法的重点不是10页这个数字，而是每天这个习惯。每天这个习惯。是的，学习语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每天都接触它。
每天都看一点，听一点，说一点，哪怕每天只有10分钟，也比一个星期学习2个小时要好。为什么呢？一个星期2个小时，时间不是更长吗？因为我们的大脑习惯重复。如果你每天都给他看一点中文，他就会慢慢习惯，会记住这些汉字和句子。如果你一个星期只看1次，你的大脑可能今天记住了，明天就忘了，下个星期又要重新开始。哦，我懂了。所以每天比很多更重要。非常对。所以我们可以把每天读10页中文这个目标看成是每天坚持阅读1小会儿，可以是1页，可以是5页，也可以是10页。最重要的是你每天都做了。太好了，你这么一说，我感觉这个方法我可以试试。我可以先从每天读3页或者5页开始，如果我觉得很简单，时间也够，我再增加到10页。这个想法非常好，从一个简单的目标开始，你会更容易坚持下去。好的，李明，我现在觉得这个方法很好了，但是我有一个新问题。请说。我的中文水平不高，大概是 HSK 1级或者2级的水平。我应该读什么书呢？我去书店看，很多书都太难了，上面都是我不认识的字。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，也是很多初学者都会问的问题。选择合适的阅读材料，可能比决定每天读几页更重要。是吗？为什么？你想，如果你选的书太难了，就像你刚才说的，你看1页有20个不认识的词，你会是什么感觉？我会觉得很累，很不喜欢，觉得自己很笨，然后我可能就把书扔在一边，再也不想看了。对，这样的话，别说每天读10页了，可能你连1页都不想读完，学习的兴趣就没有了。但是如果你选的书很简单，很有意思呢？如果书很简单，1页我都能看懂，我可能会觉得，哇，我真棒，我能看懂中文书了，我会很高兴，很想继续读下去。就是这样，所以选择一本对的书，对我们坚持下去非常重要。那对于我们这样的初学者，你推荐我们读什么呢？我有几个建议。第一个，也是最好的一个，就是我刚才提到的给学习中文的外国人看的书。这种书有一个特别的名字。什么名字？它叫中文分级读物。中文分级读物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来解释一下。分级就是有不同的水平，比如1级、2级、3级。读物就是可以读的东西，比如书或者故事。哦，我明白了。所以中文分级读物就是给不同中文水平的人看的书。完全正确。比如会有1级的读物，这本书里所有的词都来自 HSK 1级的词汇表，句子的结构也非常简单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。如果我学完了 HSK 1级，我就可以看懂这本书了。对，你可能会遇到1-2个新词，但是90%你都认识。这样读起来，你就不会觉得累，而且还能学到新东西。这个中文分级读物在哪里可以买到呢？书店里有吗？有的，你可以在网上的书店找，比如在淘宝或者京东上搜索中文分级读物，你会看到很多，他们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。太棒了，这是个非常好的建议。除了这个，还有别的可以读的吗？当然有。第二个建议就是我刚才说的，给中国小孩子看的书，特别是3到6岁孩子看的绘本。绘本就是画很多、字很少的那种？是的，因为是给小孩子看的，所以用的词和句子都非常生活化，非常简单。比如妈妈下班回家了，小猫在桌子下面睡觉，
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能用到的话。而且有画，如果我看不懂字，画可以帮助我理解意思。非常聪明，图画是很好的帮助。你可以一边看画，一边猜汉字的意思，这个过程本身就很有意思。我喜欢这个主意。我可以假装自己是一个中国的小朋友，哈哈哈。这是一个很好的心态。第三个建议可能有点不一样，我们可以读一些我们已经知道内容的东西。已经知道内容的东西，什么意思？比如一个你很喜欢的电影，或者一个你已经知道的故事，比如白雪公主这样的童话，你可以试着找它的中文版来读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因为我已经知道这个故事讲了什么，所以即使我遇到不认识的字，我也能猜到它大概是什么意思。没错，你已经会用这个方法了。这三个建议，中文分级读物、儿童绘本和你熟悉的故事的中文版，都是非常适合初学者的阅读材料。谢谢你，李明。我现在知道应该读什么了，我感觉非常有信心。好的，王宇，我们现在解决了为什么读和读什么的问题。现在我们来聊一个最实际的问题：怎么读？对，这个问题最重要。好的，我现在有了一本简单的中文书，我坐在桌子前，打开了第一页。然后呢，我应该做什么？哈哈，然后当然是开始读。但是很快你就会遇到一个问题，一个所有语言学习者都会遇到的问题。我知道，就是看到不认识的汉字。李明，说真的，如果我看到一个不认识的字，我应该怎么办？我以前的习惯是马上拿出手机，打开词典 App 查它的意思。很多人都这么做，你觉得这个习惯好吗？我觉得，不太好，因为我查一个词可能需要1分钟。如果一页上有5个不认识的词，我就要查5次，停下来5次，我的阅读就一直被打断，感觉很不舒服。读完一页，我可能忘了故事在讲什么了。你说的非常对，这就是问题所在。频繁的查词典会打断你的阅读节奏，也会破坏你对故事的整体理解。那我应该怎么办呢？不认识的字就在那里，我不能假装没看见它。我觉得很难受，很想知道它的意思。我非常理解这种感觉。看到一个不明白的东西，我们就想马上弄懂它，这很正常。但是在阅读的时候，我建议你试一试一个新的方法。快说，是什么方法？这个方法就是不要停，继续读。不要停？可是那个词我不认识啊。对，即使你不认识它，也先不要查。你可以在那个词下面画一条线，然后继续往下读，试着读完整个句子，或者读完这一段，甚至读完这一整页。然后呢？然后根据你读到的其他信息，就是那些你认识的词和句子，来猜一猜，这个你不认识的词可能是什么意思。猜？我能猜对吗？很多时候你可以。我们来举个例子，比如你读到一个句子，今天天气很冷，外面在空格，出门要带一把伞，空白的地方是一个你不认识的词，你猜它是什么？天气很冷，出门要带伞。那空白的地方可能是下雨或者下雪。你看，你根本不需要查词典就猜到了它的意思。这就是利用上下文来理解生词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阅读技能。哇哦，有道理。所以我的目标不是认识每一个字，而是看懂整个故事的意思。完全正确。你的目标是理解，而不是翻译。第一次读的时候就快速的读，试着理解故事的大意。如果有不认识的词，就划线，然后跳过去。好的，我先快速读一遍，猜一猜。读完以后呢，那些画了线的词怎么办？读完一遍以后，你可以再回头看。这个时候，你可以选择几个你觉得最重要的词，
或者你遇到了很多次的词，用词典查一下它们的意思。哦，不是查所有不认识的词，只查几个重要的。对，比如一页上有10个生词，你可能只需要查2、3个，这样你就不会觉得那么累，也学到了最关键的新知识。我明白了，这个方法听起来很棒。第一遍快速读，理解大意；第二遍学习重点生词，这样阅读感觉更像是一种享受，而不是一个痛苦的任务。是的，我们学习语言就像吃饭一样。吃饭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想，吃饭是为了让身体健康，有能量。你不能说我今天吃很多很多的东西，然后1个星期都不吃了，这样对身体不好，对不对？对，当然，我们应该每天都吃饭，早饭、中饭、晚饭。语言也是一样的，阅读就是让你的中文的大脑吃饭。你最好每天都给它吃一点，让它慢慢的吸收能量。每天读几页书，就是给你的中文大脑吃一点健康的食物。时间长了，你的中文就会非常的健康，非常的强壮。哇哦，这个比喻太好了！学习就像吃饭，需要每天坚持，但又不能一次吃太多。我喜欢这个说法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要每天给我的中文大脑喂饭。哈哈，对，所以不要害怕生词，把它看作是食物里你不认识的新口味，先尝一尝，再决定要不要仔细研究它。好的，李明，我们聊了这么多，我现在真的觉得每天读10页中文是一个我可以做到，也愿意去尝试的好方法。那太好了。我现在在想，如果我真的做到了，我坚持了1个月，或者3个月，甚至1年，我的中文会有什么变化？坚持下去到底有什么好处呢？这是一个能给我们带来很多动力的问题。我们来想象一下，好处非常多。最明显的第一个好处就是你认识的汉字会大大增加。这个是肯定的，每天看不认识的字也会慢慢变熟。对，一开始你可能一页有10个生词，1个月以后可能只有5个了，半年以后可能只有1、2个了。最后你拿起一本书，发现整页你都认识，那种感觉你觉得怎么样？那种感觉，我会觉得自己太厉害了，我会非常非常高兴，非常有成就感，就好像我爬一座很高的山，最后终于到了山顶。说得太好了，这种成就感会给你更多的信心，让你愿意去挑战更难的书，学习更多的东西。除了认识更多的字，还有别的好处吗？当然有。第二个好处是你的阅读速度会变快。阅读速度？是的，一开始你读1页可能需要5分钟，因为你需要一个字一个字的看。但是你每天都练习，你的眼睛和大脑就会习惯中文的结构。慢慢的，你可能2、3分钟就能读完1页，而且还完全理解了它的意思。真的吗？就像我们读自己国家的语言一样，看一眼就知道一句话是什么意思。对，你会达到那个水平的。阅读速度快了，你就可以在同样的时间里读更多的东西，了解更多的信息。这太吸引人了。还有吗？别急，还有。第3个也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好处是，你会开始形成中文思维。中文思维听起来有点难懂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它的意思就是，你会开始习惯用中文的方式去思考和表达。很多学习者在说中文的时候，习惯先在脑子里想自己的母语，然后再翻译成中文。对，我就是这样的，所以我的话说出来很慢，而且有时候很奇怪。但是如果你大量的阅读，你会看到很多很多地道的中文句子，比如中国人怎么问好，怎么表达感谢，怎么描述一个东西。你看得多了呢，这些句子的模式就会进入你的大脑。然后呢？然后当你想表达一个意思的时候，
你脑子里会直接出现一个中文句子，而不是你的母语，你就不需要翻译了，你的中文会变得非常自然，非常地道。哇，这正是我想要的，我做梦都想说一口地道的中文。我没想到，只是每天读读书就能有这么大的帮助。是的，阅读是输入，没有足够的输入，就不可能有好的输出。你想说得好，写得好，就要先读得多，听得多。我那个美国朋友，他坚持每天读10页中文，读了1年。他现在怎么样了？他现在可以很轻松地看懂中国的网络新闻，还能看一些简单的网络小说。他和我们聊天的时候用的词和句子都非常地道。太厉害了，他就是我的榜样，我也要像他一样。我现在充满了动力，我今天回家就去网上买几本中文分级读物。非常好，希望1个月以后能听到你的好消息。好的，听众朋友们，今天我们聊了每天读10页中文这个话题，我真的学到了很多。是的，时间过得真快。在我们结束以前，我们来简单的总结一下今天聊到的几个重点，好吗？好啊，你来总结吧，李明，你总结的比较清楚。好的，第一，我们讨论了每天读10页中文这个目标，它的重点不是10页，而是每天，坚持是最重要的。我们可以从一个简单的目标开始，比如每天3页或5页。对，习惯最重要。第二，我们讨论了应该读什么。对于初学者来说，最好的选择是中文分级读物，还有中国的儿童绘本，或者一些你已经熟悉的故事的中文版。选择对的买料，能让你有兴趣坚持下去。一定要选简单的，自己喜欢的。第三，我们说了怎么读。遇到不认识的生词，不要马上停下来查词典，试着继续读，利用上下文来猜测它的意思。读完一遍以后，再选择几个重要的词来学习。对，要猜，不要怕。最后，我们说了坚持阅读的好处，它不仅能让你认识更多的汉字，提高阅读速度，最重要的是能帮助你形成中文思维，让你的中文更地道。说得太好了，总结得非常全面。我今天学到了一些很有用的词，比如分级读物、绘本、坚持、习惯、猜。我觉得这些词对我未来的学习都有很大的帮助，希望对大家也都有帮助。好的，那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轮到你们了。我们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喜欢看中文书吗？你每天会花时间读中文吗？或者你有什么自己的特别好的中文学习方法？我们非常非常想听到你的故事。是的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和我们分享你的想法和经验。我们非常非常期待和你的互动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听。这里是每天中文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再见。